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这是什么？这是12生肖。但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啊，我们看这12生肖里，它除了龙，其他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都生活在我们身边。那么如果龙它真的要是不存在，为什么会定位在12生肖里面呢？并且我们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锁龙井，而这些锁龙井是什么时候建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老规矩，喜欢玄学易经呢，在主页粉丝群领取课程，参加免费的学习。我们要说起蛟龙，传说是华夏大地特有的一种生物，虽然名字含龙，但是按照物种上分析啊，其实它属于一种蛟。而蛟龙和龙不同的点呢，是蛟龙的身形比较小，并且缺少龙角，但是它确实是人间最接近龙的一种生物了。也据传说，蛟龙只会在雷雨天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它们才有可能从蛟化为龙。那我们要说起龙的起源呢，和伏羲、女娲这些天神类似，因为这种龙大多数它能力强大，比如先天4灵的青龙，或者是帮助轩辕皇帝征战的应龙，又或者是睁眼天明闭眼天暗的烛龙。据《山海经》记载，上古时期人神混居，所以后世的龙可能是人间生物进化而成的。《山海经》中还有记载，蛇通过灵气可以进化为虬，因为吸收了灵气，虬也有了灵性。白蛇传中的白蛇就是虬的一种。虬在《说文解字》中啊，也被称之为没有角的龙，所以这个观点在西周时期青铜器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拿到证据。虬的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蛟了。据说到这一步啊，它们就接近于龙了，而再次进化呢，就可以真的变成龙。关于蛟龙的记载出现在上古时期。女娲补天原来补的是天数。大家好，我是温中野。女娲补天的故事啊，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它并非是神话，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是它背后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传说上古时期共工与颛顼交战，共工被打败了，一气之下用头去撞天地间的支柱不周山，导致了天塌地陷，天河之水流入人间。女娲不忍心看到生灵涂炭，于是就炼出5色石补好天空，世间才恢复到归于平静。看似一个离奇的传说，但是却在《淮南子》《史记》等多本古籍中都有记载。而《列子·汤问》中写道：女娲补天时，折天柱，挖地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料归焉。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天倾西北所表达的其实是天文观象，因为在5000多年前，最靠近北天极的是天一和太一2颗星，在宋代以后呢，被人改名叫做天乙和太乙。这2颗星就是道教和术数领域地位极高的2颗星。西周初年，北天极被移动到了地形明显向西北倾斜，到了战国还进一步倾斜，而今天的北天极呢，已经是勾陈一了。这是由于岁差会让天极，也就是我们地球自转轴的延长线做缓慢的圆周运动，而运动的方向呢，它一直在变。那观察天体也就跟着变了，便有了传说中的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天塌地陷的视觉效果。而在术数的领域里呢，奇门遁甲中也有这个西北天门，东南地户的说法。而女娲补天，她补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这里啊，补的根本就不是天，而是天数，是女娲对日期的修改，也就是天文历法。上古时期呢，人们使用的是10月的太阳历和12月的太阴历，用来划分节气和指导农业。直到大约13000多年前，发生了新仙女木事件，也就是陨石撞击北极圈和北美洲，导致了地球进入大范围的自然灾害，火山、海啸、冰川融化，海平面也上升。这一时期也恰好对应了女娲补天中生灵涂炭的场面。后来经过了1000年，灾害才得以平息。原来的历法呢，失去了指导农业的耕种作用，需要重新修订。女娲一族便不断地通过观察太阳和其他星体的规律，重新修订了历法。在那同一时期，也创造出了5行和10天干12个地支微妙的关系，对人的生活的结果的影响。大家要感兴趣啊，来主页粉丝群免费领取一份5天易经玄学的课程，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宇宙星辰和易经对我们人的影响，了解个皮毛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起到很大的帮助了。而女娲补天之前呢，每年是360天，女娲补天之后呢，加了5天的过年日，变成了每年365天，而每4年还要闰1天。传说中女娲补天用的5色石，正好对应了这加的5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古代的妖魔鬼怪为什么都要修炼成人身呢？如果要是详细的研究，它果然是有历史渊源的。传说呢，在上古时期，皇帝的儿子少昊统治的末期，是人神混居，民神混杂，互相侵犯，天下乱了套了。后来到了颛顼帝继位呢，就搞了一件绝地天通的大事，从此啊，所谓的神和地表上的人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到了周朝，姜子牙封神之后，周武王进一步规范了民与神、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他就做出了一个重大意义的判断：人为万物之灵。就是说，这个世上一切的活动都要遵循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就是要以人为本的理念源头。当这个规矩立下之后呢，所有的精灵鬼怪如果想要升级成神魔仙妖，都要先修炼成一个人。那么在古代，古人该怎么和鬼神相处呢？孔子认为人务必要保持独立的思行能力，所以才提出要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敬而远之，互不干涉，大家才能相安无事。我之前呢听到过一个易经大师的讲坛，说可以从一个人的出生时间看出这个人的很多信息，因为易经呢它本身就是一套很庞大的哲学体系，是有一定的公式和算法的。他唯独不理解的是东北的出马仙家，也不用问你的出生时间，只要见到你就可以判定你的未来和知道你的过去，并且还很准。这似乎呢就是万物皆有灵，人和动物之间的配合吧。想要领取易经的课程和资料的，点我的头像来我的主页粉丝群领取。更多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下一集继续。神秘的多贡族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说人类并不是地球的原住民，而是很久以前天狼星来了很多人首蛇身和人首鱼身的人，在地球待了不知多久，他们就回去了。这期视频呢，我们继续探索多贡族的远古秘密。时间我们暂且回到1931年，马格尔格里奥兰带着他的助手远赴万里来到了多贡族的部落，为了探索秘密，在这一住就住上了33年。而让他最难忘的就是和多贡族的智慧老人进行过1个月的访谈，而这次访谈的内容被认为是改变人类的知识范畴，因为多贡族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所有的内容只能口口相传。根据多贡人的智慧老人说，大概在4000多年前，他们这个种族还住在东非。有一天呢，突然来了一对天狼星的外星生物，降临了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是乘坐2条类似于龙或者是蛇形的飞船，从船上下来是个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的2个双胞胎的兄妹。说这2个兄妹传授给了多贡族很多天文知识，还解决了当时发生的灾难。说到这里我们作为中国人会想到什么呢？在我们的神话故事里，伏羲和女娲不就是一对双胞胎的兄妹吗？他们的形象还正是人首蛇身。女娲补天，这不就是帮助人类解决天灾吗？伏羲画的八卦易经的手稿，当时这种智慧我们至今都无法破解，所以后人推测易经很有可能就是高等文明的智慧。大家要是感兴趣在主页或者是评论区的粉丝群聊里可以免费领取我的笔记和5天的课程。但是我们也可以大胆猜测一下，如果多贡族这个老人说的是真的，那么《山海经》记载的一切都解释得通了。因为《山海经》记载了很多人首蛇身、人首鱼身的形象，刨去伏羲女娲我们不说，《山海经》记载的竹音、雅语、共工，还有海外经记载的部落齐不受者800岁轩辕国的国民，或许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都是来自于天狼星，但是他们为什么来到地球，没有人知道。或许是来帮助解决远古的地球灾难吧。伏羲根据河图洛书，他创造了八卦，给予我们智慧。女娲补天是解决月亮或者是陨石对地球的危害，让我们的地球以正常生态可以继续的繁衍，没有了灾难，他们也就回去了。而这一切的真相都无法去考证，或许很久以后他们还会回来吧。